の番組はハイスピードマシン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不知不觉呢，就已经10月中了。因为这边的话，当时我安装的时候不小心蹭掉了一大块这个 Clear Coat， 所以我干脆把所有的 Clear Coat 铲了，把这个侧裙重喷了一遍 Clear Coat。你看现在就是很静止的状况，但现在已经差不多10月底了。年怕终究月怕半，已经快完成了。我现在就是要把最后一点点贴膜的东西给它做完就可以了。然后还有这个东西也定了，到时候等到时候再搞这个后面也可以。这边呢只需要贴这一条就可以了，因为这边的话它其实看起来还很完美的，但这一块区域它有一点点这些东西都已经掉了，像这些地方你能很清楚能看见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因为当时为了一个做除锈，我把那边撕了过后，这个 trim 这里挡不住，刚好只能到这个地方，还有一块白的露出来，所以我在想这一块干脆开春来搞好了，因为现在天气也冷了，或者是我等线到了再搞也可以。贴膜这个东西嘛，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巧啊，难在切这个地方，你手就是要稳，然后呢就是要找到一个 cutting point， 从哪个地方可以把它切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要把它清理的特别干净，因为包进去不然的话就是一坨。虽然你黑的也看不见，但就是你想做好看一点吧，毕竟自己的车。然后你就找到一个角，稍微包过去一点，稍微打开一点，不要碰到侧裙。然后呢你就这边这样，这个呢拉远一点，然后呢你就把它这样包起来。然后呢我们再拿热枪把它所有的边边角角吹进去。虽然我们侧裙干了已经差不多快24个小时，但是我觉得还是先不要碰它比较好一点。又找到一个像重要的边边，平着慢慢的给它切。这边其实是按照这个线来的，所以我会在这里做一个小 break。我给你看一下我收这个边边吧，里面这个黑的头出来这个是 epoxy 吧？啊，你就看这些边边我收怎么样嘛？这里。还好吧，不是很难，是不是？贴膜其实不是很难，就是耐心一下就好了呀。上面这一边我们把它吹一吹，再把它包过去，再把它切掉。就你贴的时候要稍微多出来一些。OK 了，贴好了，这不就？我顶着感冒把这个贴了。这边终于贴好了一边，进入最后的尾声了。今天我们就把这个 Cusco 这个东西装了，去了一趟Honda，这个东西还没有到，要等月底才到，所以这个到时候再说吧。然后呢，就是要装 Cusco 的后面的一个 support， 把一些细节地方弄一弄，抛个光就差不多了。然后明天拿去做一个 alignment， 耶！是时候在里面清洁一下了。下来吧。就是这个东西 ，Cusco， 哦耶！要看说明书啊。好，全日文，行，先这样，再这样，再这样，再这样 ，OK。3个小时终于装完了，很累的地方是因为你要把这个扒开，然后这个铁片你要放进去，然后从这边对着位。给它装回去，哇，好难啊！这个东西真的很难。我这边割手，我用这个垫了一下。
看我的手，你要装东西的话，就是没一块好皮就对了。但是现在是可以把这个撕掉了。啊，然后贴纸了，搞定。哇哦 ，nice。虽然天色已晚，但是此时的仪式感，我想与你们一起共同见证。我将重新赋予给你名字。OK， 收工。OK， 终于到了可以把它送出去做 alignment 的时候了。哎，整个车稍微呢清洗了一遍，过几天过后呢，它再稍微再抛一下，把细节做一下。侧翼其实蛮亮的，但是后杠有些地方因为补过漆，所以要稍微再抛一下。然后这边的话，橘皮稍微抛一下，前脸抛一下，就差不多了，就好了。但我感觉这个车的 thermostat 可能有点问题，所以这一次一起都把它修了吧。先启动吧。话说真的，阳光下面挺好看的。真的挺好看的，需要做一下 camber， 有点前面有点小蹭蹭，但是无所谓。耶，好习惯。他们维修的时候，我就好把这个座椅罩给它罩上，那么这样就好啦。简单的把前唇给它抛光一下。因为还是有一点橘皮，其实抛光无所谓，但是我就是想做的好看一点嘛，对吧？稍微的轻抛一下就可以。It's like a mirror. No orange pill. 哈哈。天气因为冷了，然后重喷了一个推扣，我只能拿热枪在这里。专业烤漆，外加人工智能。那欢迎来到我的书房加客房，那么就剩最后2样东西了。后面的一个轮眉，酒精清理完过后，然后拿一个3M 胶把周边一弄，因为它是要包到后 bumper 上面的，把后 bumper 抛光过后呢，然后再把它贴上去，这是最后贴的。我已经有1年没有开这个车了，快1年了，整整搞了1年吧，快，我都不记得时间了，一晃，2025过完了。My garage has never been this clean before. This is very clean. Oh yeah.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30 Motorsports 通知我去拿车了，哈哈。就这里有一个 spacer， 但是里面这个有点漏窟了，所以我把它换上一个原厂的一个垫片，这样的话就不会漏那个窟窿。之前自己不是修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期你们可以去看，有一期的时候我自己修的时候，我放一点 silicone 在上面，做了一件很傻的事情。所以做 bleeding 的时候呢，关空调，把温度打到最高，然后最小风扇，等它里面冒泡泡就对了，这里冒泡泡就好了。因为水箱太大了，过后它散热太好了，所以到现在为止风扇都没有转，好像已经有20分钟了。Yeah, the rack is too good. It's been proved. You drive how many minutes? 5 minutes. It's too good. It's proved. 这边能调到零，这边是调不到零。为什么呢？你装的有问题，你 rear subframe 歪的。后subframe是歪的吗？那咋搞呢？用甩皮。那咋搞呢？我已经把整个后面都给你松掉了，重新挤了一遍。还这样。所以 Tony 哥，我们后面要多少的 camber 啊？最少要做到-3度的 camber 才能会把透去调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个透去调直呢？透不调直的话，会增加轮胎损耗，然后车也会不走直线。那我们前面是多少的 camber 呢？前面大概1.5到2度吧，看一会儿透能调成什么样子。那如果作为这种前驱车，你对我们的广大的 YouTube 用户来说的话，你建议是怎么样？看个人使用需求吧。街上开一开，就当街车开，然后再下赛道这样，因为大部分人都这样。比较合适的范围 camber 在1度到2度之间，因为大过2度的话，轮胎损耗会很快。然后透基本上就是前面0，然后后面看车型了。那如果他们就说前驱车要在，比如说跑 time attack 要拿成绩的话呢？如果要 time attack 拿成绩的话，前面最少要3.5度左右的 camber， 然后后面也是看个人能力了。你如果能开更甩尾的车呢 ，camber 就做大一点；如果开不了甩尾的车 ，camber 就小一点。那跟透呢？后面透是透out透in？最优解应该是透 out 或者零透，但是透 in 的话，平时开会更舒服。所以后面2个现在是3.7的 camber， 然后零透，所有螺丝都标记上了。有点螺丝没紧啊，或者是移位了，一眼就能看到。OK， 做完了，终于1个下午。但是过了2天过后，我发现方向盘还是有点歪。不过快下雪了，我还是赶紧回去把该装的东西装完，然后过2天过后来2刷 alignment。碰完过后呢，有很多这些 overspray 一些小点点，我们就用洗洁精水，然后用 clay bar 将它弄下来，弄点水在这里，然后一点点推。我感觉这一面都要推，所以多弄一点在这里。我们为了去一些居纹呢，我们首先要用1500的砂纸，给它稍微把它那个 clear coat 的表面啊给它打开，像这样。因为要装最后2片，你就干脆把它一起都给它 water sand 掉，就大概先扇一下。这边我们补喷过的。在这边都还好，这边就很有沙沙的状态，下面就还好，稍微带一带就可以了。接下来是2500的砂纸，然后我们把它先弄湿。当然，我们的砂纸已经泡过大概15分钟了，所以先把它弄湿，然后再搓它。就是每一个这个小点点在上面的，就像一个小山丘一样，你一定要把它搓平。搓成那种全雾状，然后你再进行抛光就好了。其实你仔细看不能看到，上面还是有一些像这种小山丘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继续要把它搓一下，要把这些就橘皮给它全部都搓掉才行。然后拿出我们的抛光机，用羊毛，顺便用一下 M105，我们就可以给它抛亮了。3头在上面，然后将我们要抛的地方，
它你这个羊毛上面最好弄一点点水，这样的话让它更加丝滑一点。然后你把这个抛完过后呢，你就可能知道拿个布把它擦干净，你就知道它有多亮了。这一块，这里还差点橘皮，所以我们还要再撸一下。就你能发现有些地方还是有些橘皮你抛不亮的时候呢，就是你这一步还没有做到位。然后呢，我们再把这里稍微再抛一下。看，这边就亮了，就跟镜子一样。看我手，看我手没有？看那个布没有？我们在里面这样一圈呢，全部都打上这些胶防水。有一说一啊，这个 RWB 没出名之前，其实这个都会干了，那不是什么很大的技巧，说真的。只不过呢，人家出名了，人家造一台车大概几万块钱美金，还包吃包住，我呢就只能在这里拍拍 YouTube 了，这就是差距。再一个呢，就是等它干就行了。整体的状况呢，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你别说，挺好看，我觉得。于是我热车，准备出发去13 Motorsport 二刷 Alignment。好。没错，他今天又拿了第1名，他的86，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能不能打败他的86。所以我是说为什么有一边相片，应该是右后的一个轮子，它那个透有点问题，看到没有？这个透差的有点多啊，两边。然后我们的本田专家 Zion 现在帮我再重新再调车。You need more camera at the front, right? For that, yeah. Don't have much reference to where the camera is. Like this isn't. So what I told him to set the toe to max, Yeah. and then just adjust the camera until it was okay. Oh, maybe that's why. So this is because he said he couldn't get enough adjustment out of it. Right. See, because like, look, I'm moving the camera, right, and the toe's not changing, which is technically how it's supposed to be until you do like a drastic amount. But if you move the toe, then it will move the camera somewhat. 所以这哥们造了一个半截的扳手，然后专门去调8代用的，所以现在变得好多了。往这边再调了，已经还是要用那种专门自己把那个扳手切了一半才能进去调，就是8代 SI 只有玩8代 SI 的这些，像这种专家，他才知道怎么样去搞这台车。那么看还是有些地方不是很完美，这些地方的话，刚好我装的时候这边还掉一点漆，我 touch up 上，所以明年的话，我再把这边搓一下，把这边这个往里面再往上走一点，然后再把这边补一点，重新喷一遍，这样的话，这个整个bumper就进去了。还有一些细节方面，明年再处理。今天太冷了，今年这一阶段已经完工了。
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挺好看的，说真的。这后面2个小 Fender Flayers。Team Honda 花了不少心血，总共就是完成了，算是完成了，明年再搞一些前唇和那个小bumper的小细节。然后对，你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不把这个中间的 grill 放上去，中网放上去？我不是有 Mugen 那个吗？那个当时我喷的时候，有一个小飞蛾，在我最后喷 clear coat 喷完的时候飞上去了，然后呢，那个就毁了，就得重喷。所以我今年懒得搞了，明年再搞吧。今年已经是深秋了，真的，你看地上落叶都已经是这么多了。所以呢，好好的迎接明天的第一场雪。同样，明天也是我生日，所以这算是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生日礼物吧，自己做，自己完成。OK， 所以你们觉得好奇我改了些什么？其实我之前已经做过一些节目讲过了，但是有很多新的订友们并不知道。那么首先你能看到是一个大的水箱，这个水箱散热效果非常好，你也能看到我当时不lead的时候花了多长时间去把它的水温弄起来。后来没办法，是他们好焦耳那个技师，他进去以后，然后踩油门，大概踩了5到10分钟，它才会热起来。这是一个4 inch 是冷静性，它一直延到下面去，你看到没有？所以它是从这个地方 AEM 是一个套子，是一个那个防水套，这样的话你下雨的话不会让它很湿，然后吸不进去气，所以这个是一个 AEM 的一个防水套，是从这个地方吸进去空气的，所以是真正的冷空气。所以这边呢是一个 J37 的节气门 ，J37 的节气门，然后跟这台车节气门是一样的，它是一个80毫米的 inlet 和一个70毫米的 outlet。用在这台车 3.7 V6 上面的一个节气门 ，PRL 的节气门垫片 ，Skunk Tube Pro 的 intake manifold， 你能看到这些纹路呢，就是它已经把它切开过，里面全部都抛光过，这样让进气更加的顺滑。Hybrid Racing 的油管这 410cc 的喷油嘴里面是一个 DC 2.2 的凸轮轴 ，Skunk Tube Alpha 的 header， 然后外加一个 Forest 3英寸的一个排气，觉得太吵了，所以我当时就在上面放多了一个，就消音鼓。是从我以前192 M3 上面切下来的一个，然后给它焊上去了，就物尽其用嘛，对吧？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底盘件什么之类的。对了，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Home Data，Home Data 特别关键，我就不知道有一些 tuner 的话，不知道是亚洲的 tuner 不行还是怎么样，他们很多觉得我拉出了大概轮上236、240匹，我236匹轮上当时还是车有问题的，91的有，当天那个车的那个前轮齿轮还不一样，还有点漏凸了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相信现在的话，应该240匹应该不成问题吧？轮上 ，anyways， 好像亚洲的一些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他们觉得很夸张一样。你的车居然有轮上240匹，不可能，我 K24 都没有。就是有可能就是你的 tuner 不大好，就是不会tune这个机子，就只能这么说了。K24 拼 K20 的钢头，如果上一个同样的 setup 的话，轮上应该可以到280或者是300。如果你有更大一点的一个喷油嘴，外加一个进气歧管的话，你到300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如果你用 DC 2.5 的话，你可以过轮上300。其实 K24 过多了，其实是在于一个扭矩，它其实主要是马力提升，还是看这个钢头。我其实还差一个 RRC 的油泵，到时候 Frankenstein 就是 K20 喷 K24 的时候，我再把它放进去好了。因为现在来说的话，你光装一个 RRC 的油泵的话，没必要，有点小题大做。总体来说，这个车的话也是够轻的了。然后外观方面呢，你能看到一些原厂的 bumper 加上 Fields 的套件，碳的，这个是真碳，两面都是碳，就全碳的一个。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顶是不是贴的，它是真正的碳顶。然后尾翼也是碳的。里面原来是天窗被我delete掉了。然后内饰方面基本上还原 Type 2吧 ，FD2 Type 2。上下的仪表然后加了一个 Mugen 方向盘，一键启动键，半键启动，这不是一键启动，因为你要插钥匙拧一下。
FT2 的座椅，FT2 内饰，还有 FT2 的后座。后备箱呢，基本上就拆完了，就是所有的工具啊、备胎啊，全部都 delete。我想往后走的话，可能会把后座也 delete 掉，加了一个 Cusco 的防倾管，你们也看到了。总体来说，这车我相信是减少了不少的重量吧，这个车。但具体多少的话，我得去称一下。然后刹车避震呢，这些东西前几期我也讲过了，所以就不赘述了。总体而言，这个车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今天呢，就是2025年的第一场雪了。我真的是从春季开始，这件衣服大家还记得，自己开始弄这台车，现在要穿回来这件衣服。所以呢，今年2025。这整一个 Project FT2 系列，今年就完结撒花了。明年的事情是明年的事情，明年就是有一个细节搞定一下就好了。RS5 呢还在，就是我把 RS5 停到我公寓楼下去了，就是家里没地方放了。现在代步来说的话，我老婆觉得 TL 比 RS5 好看，是真的。就是一个是你玩的车，一个是你代步的车。所以就不一样，就不一样。